嗨，我是天天。在我集结呢这几年中呢，帮助我做到简单又有条理的工具就是 Notion。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平常是如何使用它来完整的记录平时的读书、上课笔记，还有安排工作的专案进度跟拍片的行程。我的使用方式就比较简单，这个是我的首页，叫做 My Mind， 上面2张图片营造一点孤独的感觉，就像我自己在思绪中漫步。分成3个领域 ：Personal 记录个人资料、笔记；Work Life 则是应用和管理。下面再细分，最上面是 In-the-Fly 的程式，左边是人生的长条图，来提醒我自己已经过了多少日子。我是设定人生到80岁结束，所以我已经过了42%。剩下58% 可以好好把握。右边则是计时器，自动计算我开始拍影片的时间，已经1年4个月了。第一个领域是 Personal Info， 就是我个人需要记录的资料 ，Story 就是我的故事 ，Skill 是学习过的技能 ，The Tag 则是我的卡片和笔记 ，Link 就是我的暂存区。在 Info 里面会有 Medical 的页面，是就诊记录、就诊时间啊，每次的病症跟医嘱，或者是我的用药都会清楚的记录下来。像我偶尔也会偏头痛，就会记录在这里，观察自己疼痛的频率，或者是就医的时候，医生问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病症，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回答。这个表格有清单跟 timeline 的显示方式，有病症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用拖拉的方式去新增。头发痛。另外像是我之前做过的过敏报告，我也会放在这个页面。Travel 目前比较简单，有 Travel Checklist， 要旅行或是出差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复制这个清单到规划的页面。最近也开始记录资料，还帮助我更了解自己，像是之前做的 MBTI 测试结果也放在这里。有没有 INFJ 的朋友，请在留言区跟我相认。之后有相关的心理资讯，我应该也就会放在一起。比较重要的部分是 Skill 的页面，这里会完整的记录我学习过的全部技能。一种技能呢，就是一个 block， 跟这个技能的相关资料就放在这里面，并且依照不同的类别去做区分。最上面是我上过的线上课程、笔记，还有范本。每次新学一项技能呢，就能直接复制最上面的范本，然后修改名称跟 icon。一般的技能的话，我就会用统一的 icon， 整体画面会比较一致。我比较喜欢 Icon A 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我个人是全部的页面都是使用 Windows 11这种简约线条风格。软体类的话，我就会使用相同的 logo， 这样可以很直观的查看。线上课程的笔记会统一在这个 database， 用卡片的方式呈现，就会比较清楚。点进去就会有上课的资料、上课的网址啊、教材，还有笔记。这样的好处是，我要在上课的时候，只要到这个页面就可以马上开始。技能 block 里面是相同的格式，我的学习笔记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相关资料，就会放在同一个 database 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查找。最下面则是相关的课程，这边是和刚刚的线上课程 database link 在一起的，所以我可以从这里快速翻阅上课的资料。Reading list 也是放在这个页面，因为它是形塑我的思维跟逻辑。所有的书籍呢，我就会统一整理在这个 database 里面，然后依照目前的阅读状态分为阅读中，然后我有兴趣的也会加入在里面，之后方便到图书馆查找或者是购买电子书。最下面呢，则是已经阅读完的书籍。每本书呢都会有完整的封面跟资料，书名、作者跟我阅读的时间。像这本整理力决定你的生命自由度，我是从3号读到19号。下面的话则是这本书籍的简介，阅读笔记依照章节做区分，另外还有一个阅读的历程，会依照我阅读的时间显示最近看了多少书，这样就一目了然。像是我11月到12月的时候比较忙碌，我读的书就比较少，我可以督促我自己要多阅读。虽然我都是简单饮食，但偶尔也会想要研发跟尝试新的菜色，所以我还有一个 recipe 的页面，曾经做过的食谱或者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有兴趣的，我就会先记录在这里面，会有影片的连结、要用到的食材跟做法。这样的好处是，我在买菜或者煮菜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看这个页面，每次煮完也可以做调整，然后记录在这里，慢慢调整成我自己最喜欢的口味。Skill 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Story 则是我用来记录平常的生活故事，忘记是谁说的，要常常把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样跟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最近也试着把做过的梦记录下来，或许之后可以帮助我写作也说不定。像这个丢垃圾的故事呢，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去倒垃圾，就跟他说你先去楼下帮我接，但其实我们一起走下去的时间
应该是一样的。他就在楼下等我，然后就从4楼呢把一大包垃圾往下丢。他突然一惊慌，然后一闪，他就没有接到，砰，那垃圾就炸裂开来，所以我只好走下去跟他一起扫垃圾。回教室，老师问我们说：“他怎么那么久？”哦，没有啊，垃圾场比较远一点。最近呢，看了卡片和笔记的书，就开始尝试看看，所以创建了这个页面 Then the Zettelkasten。简单说呢，就是一个卡片系统，你可以把你的灵感或者是你读到的资料记录下来，然后最后串联成相关的题材，汇整成一整篇完整的论述。我目前还在尝试，等比较有结果的时候，我再拍一支影片跟你介绍一下。Links 的页面呢，就像我的暂存区，浏览网页看到有趣的文章的时候，还不确定要分类到哪里，我就会先放在这。主要是用 Notion 官方出的 Web Clipper 程式，安装完之后呢，一键就可以储存整个网页的资料，不管是文字啊、图片，都可以完整的记录。Personal 的领域大概就到这里。至于 Work 的部分呢，就是工作相关。我每到一间公司任职，我就会开一个新的页面，里面会有公司的 Wiki 相关的资讯啊，上班需要知道的事情，老板的名字，交错老板的名字真的是直接黑掉，还有同事的联络资讯、负责的业务内容等等。然后我就会建立专属的行事历，开会专案就可以随时记录跟控管，会议记录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填写。另外像是我之前在管理的新产品进度或者是产品的重要资讯，我会用表格的方式呈现，这样有时候开会被主管抽考，你就可以马上看一下，至少不会被电。最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副业跟协助的业务。目前的 YouTube 频道也是设立专属的页面来追踪拍片的进度跟企划构想，这里分成2个区块，左边是全部的 project， 分成进行中跟准备要开始，右边则是上片日期的排程，这边2个是同步的。如果决定好上传日期，就可以直接拖动到里面，然后它就会跑到行事历里面自动变更上传的日期。左边呢都是依照上传日期自动做排列的。这样我就会知道我要先做哪一个 project， 然后点开我的每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详细的记录，我想要上传的日期，拍这支影片的格式是什么，我的开场是 A roll、B roll 或者是其他的格式，我赋予这支影片的 title， 这个影片的类别是什么，极简啊、改造啊这些，这个是与 To Do List连结的页面，这个等一下到 To Do List 的时候我再讲解。下面就是我在拍影片之前呢，我会先问自己的问题，这个影片可不可以帮助人啊？可不可以把它做得很有趣啊？然后我多想几个名称跟影片缩图再决定。最下面的 Screenplay 就是我的脚本，有时候是简单条列式的重点，有时候是连拍摄的分镜我都会先想好。拍摄的地点啊，要用到镜头等等，然后完成的时候就会打勾，确保我每一个镜头都有拍到。另外还有一个显示方式是 Shot List， 这边就会依照我的拍摄场景去排列，这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先架设好一个场景，确认清单上面的镜头我都有拍到，才换到下一个场景，这样拍摄就会比较有效率。至于范本的部分呢，我就是依照拍摄的主题去做预设，一样的 icon 但是不同的颜色，这样就很清楚说最近比较常拍哪一种类型的影片，那类别就会自动选定。你下面就会选 category， 底下的内容是和其他范本同步的，所以如果想要变更这个版面或者是内容，就只需要编辑一次。但新增项目的时候就要记得取消。这个 YouTube 的管理页面我会放在资讯栏，如果有需要的人呢，你就可以自行复制到你的 Notion 账号里面试用看看咯。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掌管我日常的 To Do 页面，跟刚刚的 YouTube 排版有点像。最上面呢是我2023的目标，左边是我的待办清单。右边是行事历，一样是用拖曳的方式就可以变更状态。那这个大标题栏是用 block equation 做的，就是写一点 text 语法，让它变成这样子。里面很简单，就输入指令就可以选择字体大小、背景颜色跟字体也都可以用颜色代码更换，就不会被局限，只能使用 Notion 内建的颜色。左上方是我设定的预期或者是今天到期的待办事项，所以我每天一早就起来先看这个表，然后安排我几点要做这些事情，一整天照表操课就可以了。完成的话，就把它从 To Do 拖到 Complete， 透过这样的动作，慢慢建立工作的动力。下面的 Inbox 就是今天之后才要完成，或者是还没有安排的待办事项。我是以工作跟生活分开列表，如果我决定好要执行的时间呢，像这样把它拖移到里面，它就会自动赋予它完成的时间。另外各种事项我都会先建立好范本，有预设的 icon， 像三餐、洗澡等等例行性的事务。就会设定自动新增的范本，它每天会自动出现在待办清单里面，也预设好行程，不然我都会忙到忘记吃东西，
或者是有其他行程变动的时候，我就可以调整吃饭的时间。特别讲一下 YouTube 代办事项，我会放在这里，会跟刚刚 YouTube 的 database 相连，这样我就可以把工作的事项呢串联到相关的 YouTube 专案。你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编辑名字，甚至是状态、上传时间，或者是直接点开这个专案的 page， 我就不需要回到首页，然后点击一堆路径翻来翻去。这样超级方便的。在To Do的最下面呢，则是我的 Bucket List， 因为这也是我的代办清单之一，所以我放在这里，是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像是我想盖一个属于自己的极简房子，所以我现在看到喜欢的设计师或者是喜欢的设计风格，我就会边记录在这里，然后慢慢规划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是希望提醒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尽力完成。Notion 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软体，不管你有什么需求呢，都可以在这里面完成。今天介绍到的 YouTube Project 跟 To Do 的范本都会放在资讯栏。如果这部影片对你很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一下 Like 咯。如果想请我喝杯茶，也可以透过我超级感谢，谢谢你哦。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